了看一场升旗仪式，通宵不睡，顶着30多度的高温，在广场坐等一整晚吗？放在平时，大概率没人愿意熬夜遭罪，满头大汗，图什么？但就在今年8·1建军节的南昌，10多万中国人用最朴素的行动，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这场奔赴早在7月31日下午就已经悄悄开始了。晚上10点的南昌8·1广场，按理说早就该冷清空旷了，结果现场密密麻麻全是人，根本找不到一块空位置。你敢信吗？好多人为了抢到一个靠前的好位置，直接自带凉席、软垫、小板凳，直接在广场打地铺过夜。哪怕南昌8月的天气闷热到离谱，30多度的高温，无风闷热，坐着不动都浑身冒汗，所有人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，脸上全是细密的汗珠，却没有一个人抱怨烦躁，没有一个人争抢推搡。这群人中有千里自驾专门从云南、湖北等地赶过来的外地游客，有刚下夜班凌晨2点忙完工作就匆匆赶来的退伍老兵，有结伴同行的年轻小伙姑娘，还有被爸妈牵着手，小小的年纪却一脸认真的孩童，不分年龄，不分地域，不分职业，所有人只为了同一个心愿，在军旗升起的地方亲眼见证5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。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，全国能让3军仪仗队常态化执行升旗任务的城市只有2个，一个是咱们的首都北京，另一个就是这座英雄城南昌。每月1日，无论刮风下雨、酷暑严寒，96名仪仗队员都会准时列队登场。这96个人的阵容，刚好对应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，每一步正步都踩在滚烫的国家记忆之上。也正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特殊意义，今年恰逢8·1南昌起义99周年，无数国人更是心心念念，非要来这里赴约不可。为了保障大家能顺利观礼，南昌直接把地铁首班车提前到凌晨5点15分，全程配合，全力护航这场庄严的仪式。夜色最深的时候，广场上没有喧嚣吵闹，只有大家轻轻的交谈声，无数手机闪光灯一点点亮起，连在一起就像一片温柔的星海。10几万人安安静静坐着等着，耐心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时间一点点推移，清晨6点半，暖场活动正式开启。180名干部齐声唱响英雄赞歌，歌唱祖国，走进新时代。雄浑的歌声划破清晨的宁静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这180人的参演人数是特意算过的，完美切合8·1元素与99周年的纪念意义。每一首曲目都是精心挑选，只为致敬先烈，礼赞祖国。紧接着，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、英雄警乐团轮番登场，一首首昂扬的军乐回荡在广场上空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6点45分，全场瞬间安静下来，那种无声的庄重，真的会让人瞬间肃然起敬。96名仪仗队员迈着整齐划一的正步，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一下下敲在每个人的心上，身姿挺拔，眼神坚毅，每一次摆臂，每一步落脚都标准到极致。10万民众不约而同屏息凝神，所有目光紧紧追随护旗方队，没人喧哗，没人走动，全场只剩下震撼与敬畏。6点50分，国歌骤然奏响，穿透整片广场，护旗手振臂一挥，5星红旗迎风舒展，迎着朝阳缓缓攀升。这一刻，10万中国人齐声合唱国歌，稚嫩的童声、厚重的男声、温柔的女声交织在一起，直击人心。老兵抬手庄重敬礼，少年昂首凝望红旗，无数人举着手机记录，不知不觉红了眼眶。风吹动红旗猎猎作响，和纪念塔上的鎏金大字遥遥呼应。这场现场画面传到外网后，直接把外国网友看懵了。有人疑惑，只是一场升旗而已，至于这么执着吗？有人惊叹，10万多人聚集在一起，全程井然有序，毫无混乱，这种秩序感太不可思议了。还有人始终想不通，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会自发奔赴一场凌晨的国家之约？其实他们看不懂的，从来不是秩序，而是刻在我们中国人 DNA 里的信仰。我们熬夜等候的，从来不是一面国旗、一场仪式，是99年前那群先辈用热血换来的山河无恙，是我们当下安稳和平的生活，是身为中国人最踏实、最滚烫的归属感，不用任何人动员，不用任何强制要求。10万普通人自发奔赴，彻夜坚守，
这就是最朴素、最动人的爱国情怀。有些热爱不用喊口号，有些人海本身就是最好的信仰证明。很多人看完这场盛大的升旗，只会觉得震撼、感动，但如果你不了解99年前那段热血的历史，永远无法真正读懂这场奔赴的意义。为什么全国这么多城市，唯独南昌的8·1升旗能让千万国人奔赴而来？为什么8月1日会成为刻在所有中国人心里的建军节？答案全部藏在1927年那个风雨如晦的夏天里。那一年的中国真的黑暗到了极致，大革命失败，国民党反动派突然背叛革命，背叛人民，举起屠刀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从1927年3月到次年上半年，短短1年多的时间，31万多名革命志士惨遭杀害，其中包含26000多名共产党员。原本近5.8万人的党员队伍，最后锐减到仅剩1万多人。血腥的屠杀，残酷的背叛，让整个革命事业陷入绝境。可真正的勇者从来不会被黑暗打倒，不会被屠杀吓退。血流成河的惨痛教训，让中国共产党彻底醒悟了一个真理：没有自己的军队，就守不住人民，护不住国家。想要救中国，必须拿起武器，掌握兵权。就在这样的绝境之中，一场改写中国命运的起义在南昌悄然酝酿。很多人只知道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，却不知道这场起义的背后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博弈与牺牲。1927年7月中旬，汪精卫、张发奎暗中密谋，假借庐山军事会议的名义，想要扣押叶挺、贺龙2位将领，彻底解除革命武装，扼杀革命力量。危急关头，刚刚秘密入党的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奔赴九江，戳穿了这场致命的阴谋。叶挺、贺龙当机立断，拒绝赴会，火速率领部队奔赴南昌，为后续起义保住了最关键的武装力量。7月27日，周恩来秘密抵达南昌，在当时南昌最高的建筑江西大旅社组建前敌委员会，统一指挥起义行动。当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，却在得知起义计划后毫不犹豫表态，坚决跟着共产党走，党让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这份赤诚与坚定，至今让人动容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起义计划还遭遇了内部争议。7月30日，张国焘赶到南昌，执意主张暂缓起义，拉拢敌军将领，坚决反对贸然行动。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周恩来力排众议，坚决拍板，直言暴动绝不能拖延，绝不能退缩。激烈的争论持续整整2天，最终大家统一思想，下定决心按期起义。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意外再次发生。7月31日晚，敌军一名副营长叛变告密，起义计划彻底暴露，危在旦夕。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，果断下令将起义时间提前2个小时。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，南昌城头一声枪响，彻底划破了笼罩华夏的漫漫长夜。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带领2万多名革命将士，毅然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那场斗争打得异常惨烈又无比英勇。贺龙率领20军强攻敌军总指挥部，面对敌军密集火力封锁，调来炮营正面轰击，派兵迂回包抄，硬生生撕开敌军防线。朱德巧用计谋，宴请敌军将领，拖住敌方指挥，用最小的代价牵制大量敌军。叶挺带领的铁军奋勇突击，翻越城墙，前后夹击，一路奋勇冲锋，势不可挡。整整4个多小时的激战，起义军歼灭守敌3000余人，成功拿下南昌城，在黑暗的中国大地上撕开了一道希望的曙光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起义成功后还有一段格外温暖的历史。南昌百姓自发捐募1万银元慰劳将士，党员亲手开具收条，写下回信，清清楚楚记录每一笔捐款去向。这一张泛黄的旧纸条，见证了人民军队从诞生之初就扎根人民，依靠人民，天生就带着为民的初心。虽然起义胜利后，部队按计划南下转战，途中遭遇挫折，经历磨难，部分队伍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，但这场起义的意义永远无法被磨灭。它彻底终结了党无兵权、被动挨打的局面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、创建人民军队、武装夺取政权的正式开端。从此，中国革命翻开了全新的篇章。起义6天后的87会议上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，为后续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。1933年，中央正式将8月1日定为建军节，这面军旗，这个日子就此深深镌刻进民族的记忆里。
我们如今在南昌看到盛世人海、飘扬红旗，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，是99年前一群平均年龄20多岁的年轻人在绝境中挺身而出，以血肉之躯点燃星星之火，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、国泰民安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